有一種靚係隱藏喺大城小區之中，至少呢6位香港土產嘅世界級大神係咁認為。佢哋嘅生活日常就喺裏面細味探索，多得佢哋令到世界可以認識到香港小區嘅獨特美。我係 Kelvin Yuen， 我係一個風景攝影師。其實喺過去數年啦，我花咗好多時間喺香港嘅郊野度勘景啦，去了解唔同嘅一啲角度啦，用啲新嘅手法，咁亦都好有信心啦。透過我嚟緊新一個系列嘅作品咧，會吸引到更加多外國人嚟香港。20出頭呢個年紀，你同我當年都可能係啱啱畢業求職，但 Kelvin 已經喺風景攝影界打響名堂。能夠行到呢一步，一切都係因為香港呢個地方俾到獨特嘅環境，佢去接觸攝影。我啱啱開始影風景嗰陣時啦，其實係好偶爾上獅子山去遇到一次好靚嘅雲海景色嘅。咁當時其實就唔識影相啦，咁我覺得嗰個作品出嚟其實好核突。咁跟住咧，我自己就內心覺得我好想影翻嗰張相。咁然之後咧，我就用咗1年時間啦，去學習睇天氣啊，去鑽研一啲攝影技巧啦。就1年後再上翻獅子山，上咗去好多次。然之後咧就捕捉翻同一個畫面。咁然之後嗰張作品我都非常之滿意。因為我第一次上獅子山咧，望到一個咁宏偉嘅城市同埋一個自然景啦，咁就令到我喺度諗，其實可唔可以用一個本土攝影師嘅身份去記錄翻香港自己嘅畫面呢？咁出嚟會唔會有更加有意義呢？咁所以我就開始咗鑽研唔同嘅拍攝手法，跟住喺香港嘅景色上面套用。講到風景攝影，大家可能會諗影靚景要去到好遠，但喺香港就正好相反，因為地方細，郊外美景離我哋好近，有最好嘅環境孕育頂尖嘅攝影師，而西貢就係 Kelvin 最中意嘅地點之一。我一般咧比較中意喺西貢度影相啦。我每一個月咧大概有20日都會喺呢邊度取景啦、行山啦，同埋去一啲島嶼度拍攝嘅。其實我自己就唔係住喺西貢啦，但係點解會咁長時間去喺西貢呢邊影相咧？因為呢邊有一個好特別嘅地質公園啦，可能萬宜水庫一帶嘅地質咧，就好吸引我成日嚟呢邊度取景。咁其實咧，我而家喺香港進行緊一個地質公園拍攝嘅一個計劃啦，我會去香港唔同嘅島嶼拍攝一啲地質嘅奇景。喺過去1年啦，我就去咗香港地質公園入邊嘅所有離島啦，去記錄一啲最特色嘅自然畫面啦，可能係一啲星空啊、日出日落嘅一啲自然奇觀。我哋一般咧去外島玩睇一啲文化啦，我哋可能會去吉澳啦、荔枝窩或者鹽田梓去睇一啲文化同埋睇一啲村落嘅。今日咧，我哋去嘅地方咧就會有啲唔同啦。我哋今日去睇一啲自然景觀啦，我哋會去東平洲啦，去睇一啲沉積岩嘅地貌嘅。我哋咧今日由西貢市中心出發啦，跟住然之後去到黃石碼頭轉船咧，去東平洲睇一啲風景嘅。我哋佢呢個碼頭啊多到數唔到，因為成日入嚟影相啦。咁可能嚟呢度我諗都超過100次。我哋咧一般去東平洲咧，我哋都係會喺禮拜5、6日啦，會有一啲公共嘅渡輪咧係前往東平洲喺馬料水出發嘅。咁然之後第二個方法咧，我哋就係喺平日啦，我哋自己去揾一啲船家啦，喺唔同碼頭去出發東平洲咯。用一個形容詞用東平洲就係好平，喺個高空望呢個島咧，就係一個好平嘅一個小島啦。咁其實東平洲除咗啲景色好靚之外咧，咁其實佢好方便遊人嚟呢度去觀賞嘅，因為佢呢度有好好嘅步道啦，咁全部環島可能大概由個零鐘頭已經可以行晒成個島，睇晒唔同嘅景點啦。平時嚟東平洲呢度係會影一啲好特別嘅一啲沉積岩啦，你會見到呢度呢一塊塊嘅岩石形成係其實好奇特啦。咁其實好中意嚟呢邊係取景啦，影一啲地質嘅風景。一般咧去影一啲風景相啦，我多數會揀一啲比較舒適啲嘅天氣啦，喺日光嘅時間咧去嗰個位做一啲 side viewing嘅，咁我就會去拎住部相機啦，影低一啲好啲嘅角度，然之後等一啲合適嘅天氣咧再做一啲作品。多數咧，當我了解完個環境啦，我就會翻屋企去慢慢研究嗰個景色其實喺咩天氣條件下影係最好。然之後咧，我就會係每一日啦都會 check 天氣預報啦，然之後去等一個合適天氣條件，再喺嗰個地方影過一張相。咁其實拍攝一個島嶼或者拍攝一座山啦，基本上每次都係16個鐘頭起跳，有時超過20個鐘啊，同埋交通。咁因為可能我哋由日落之前2、3個鐘已經去到嗰個位開始 set 機啊，去睇一啲構圖啦。
然之後我哋就開始影日落光線，去到 Magic Hour， 再到影星空影成晚，再等朝頭早日出，再影一啲日出嘅光線之後，我哋先離開個島。我哋依家會經住東平洲嘅北面呢條路線啦，去到根流石啦，同埋我哋會睇下蘭歌水呢度。因為我嚟過東平洲大概4-5次啦，咁其實每一次都會揀水退嘅時間嚟，因為可能我會睇有啲景色，可能龍落水嗰啲，因為可能水退個畫面會比較好睇啲啦。但係今次我哋嚟到晏晝嘅時間，可能而家係水漲，咁我上次望唔到呢度啲石頭原來係水漲嘅時候會俾一啲海浪會浸住咗嘅，咁我就可能會試下用一啲長步嘅拍攝方法啦，去試下影一啲畫面咯。其實影風景攝影啦，入邊有一樣嘢好吸引我啊，因為每一次到訪咧，同一個景色咧，喺4季唔同季節嚟啦，唔同時段嚟啦，都會出現唔同嘅變化啦。好似今次嚟喺潮汐唔同嘅高低嗰陣時咧，個畫面亦都會唔一樣，所以每一次我都覺得大自然俾我好大嘅驚喜。咁其實咧喺我身後邊啦，呢個地方咧係叫根流石啦。咁呢個係一個東平洲好有名嘅一個拍攝地點嚟嘅。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喺根流石下邊啦，我哋呢度有好靚嘅沉積岩啦，我哋會有好多線條嘅。咁其實我哋可以利用呢啲線條做啲前景，做啲導引線啦，令到整個畫面咧更加有層次感，同埋更加豐富個畫面。咁其實咧，我哋喺東平洲咧最有特色咧，就好似我哋地下而家所見咧嘅一層層嘅沉積岩啦。咁而呢啲沉積岩咧，其實係點樣形成嘅咧？好開頭咧，其實係一個潟湖嚟嘅呢一度，經過好多年有好多沙石啦，慢慢喺度堆積啦，再經過長年累月嘅一啲擠壓啦，咁就變成一啲好硬嘅岩石。再經過好多年啦，慢慢抬升啦，去到我哋而家見到地下呢啲一層層嘅沉積岩。咁其實喺影相咧，會涉獵到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即係可能我會要學識點樣喺一啲野外度點樣生存，可能要學識點樣露營啊，點樣喺啲高山度對應一啲比較極端嘅天氣啦。咁可能亦都喺唔同嘅地質嘅環境度，都會學識一啲地質嘅知識，或者一啲天氣氣候嘅知識啊。其實經過今日喺東平洲一啲嘅 scouting 啦，去了解呢度嘅環境啦，我發覺呢度有好多可塑性嘅一啲構圖嘅。不過今日天色啦就可能唔係咁合適啦，咁我會等過一排啦，天色再好啲嗰時咧，我會再嚟呢邊取景啦，應該都會拍到啲唔錯嘅作品。一般咧，我哋嚟東壩咧，其實就非常之簡單易去啦。我哋其實喺西貢市咧，坐完的士啦，我哋就可以嚟到嘅東壩亭嗰度去影相。咁而東壩亭一望出呢個景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打卡位，好多人都會喺度影相啦。咁而影呢個景咧，最靚嘅時間係咩咧？咁我哋就會一般係揀喺夏季日出後咧30分鐘嗰段時間影，因為嗰段時間咧太陽咧就會喺東面升起啦。咁而嗰個光線咧照落去東壩入邊咧，嗰個側光咧係會令到成個畫面咧好有立體感，嗰啲綠色咧就會非常之靚。咁相反咧，去到冬季嗰時咧，個太陽咧就會移翻去相對去右翻少少，嗰時我哋就可以喺壩嘅正中間咧望到個太陽升出嚟喎。咁所以咧，其實喺兩個季節咧見到一個東壩景色咧都會唔同㗎。萬宜水庫係我過去咁多年成日嚟拍攝嘅一個地方啦。咁呢一度咧其實以前係一個火山口嚟嘅。咁咧我哋其實可以喺度揾到好多六角形嘅岩柱啦。而拍攝呢啲岩柱咧，亦都係萬宜水庫東壩咧最特色嘅一個景點之一嚟嘅。一般咧，我哋拍攝呢啲岩柱咧，都會揀一啲比較天晴嘅日子啦。但係喺日落前1個鐘頭嗰時拍攝咧，嗰時嘅光線咧就比較低啦個位置。咁嗰時咧啲側光咧射落去啲岩柱度咧，就會相對有立體感。其實咧喺萬宜水庫咧呢度有一個好特色、好值得我哋去遊覽嘅一個景點咧，就係海蝕洞啦。咁呢一個海蝕洞咧好特別嘅，有陣時喺雨季嗰陣時落完大雨之後啦，咁可能水塘嘅水位提升咧，咁可能我哋望到嗰個景象咧又會唔同喎。可能咧我哋會喺個洞口嗰度啦，會見到啲水滴落嚟啦，就好似一個水簾洞咁樣啦。
當我揾到一樣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生命嘅熱情嚟嘅。當你覺得你嘅人生每朝瞓醒好似一諗起嗰一件事，你就好想去做。咁其實呢個就係生命嗰個意義啦。咁而喺攝影入邊，我揾到呢一個意義喺度咯。咁其實喺攝影嘅過程中啦，我發覺自己其實有好多嘅可能性。當我開始咗攝影後，發覺我要做嗰張作品，原來中途之間我會學識咗好多唔同額外嘅技能，去幫助我完成唔同嘅作品。咁亦都令到我唔會自己限制咗。原來我自己一定係要去揾一份特定嘅工作去揾收入啦。原來我可以靠我嘅興趣，亦都可以揾到收入，令到自己繼續堅持，繼續去做落去。Kelvin 年紀輕輕可以成為國際年度風景攝影師，並唔係單靠好彩，除咗技術要求之外，仲有係作為攝影師嘅觸覺，透過同唔同前輩攝影師交流，去提升自己嘅能力。其實透過喺社交平台啦，我認識咗好多唔同外國嘅攝影師啦，咁好高興其實大家都會經常喺一啲之下嘅一啲 message 入邊會互相交流啦，了解大家唔同嘅拍攝手法咯。咁其實我覺得同唔同人交流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啟發性啦。咁透過交流嘅期間咧，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唔同拍攝手法，擦出更加多嘅火花。所以我覺得交流係好緊要嘅。咁咧會去一間好有歷史嘅一間舊相機鋪啦，我哋約咗嗰度嘅老闆啦，去了解一下佢一啲關於攝影上面嘅知識啦。咁睇下可能從中我哋會唔會揾到一啲啟發咯。呢一間舊嘅相機鋪咧，其實佢主要都係收集一啲菲林相機為主嘅一個老闆啦。咁所以我想去同佢了解一下，睇下會唔會有啲新嘅火花擦出嚟。老闆又見到有好多相機啦，咁其實我都知有好耐歷史啦。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其實你呢度其實開咗幾多年啦？幾多歷史？應該係60年代已經開㗎啦。哇！60年代大咗好多好多好多。菲林相機咧就好好玩嘅，因為點解咧？你影咗相之後咧，就要沖曬又要剩。影嘅時間你影咗啊，但係你唔15、16，你唔知靚唔靚㗎嘛。係。當到你沖曬嘅時間咧，嗰個 moment 一好開心嘅。哦，咁可能同數碼相機有啲唔同，我哋一睇就會喺個 mon 度。唔同文化，兩種唔同文化嚟㗎。攝影咧，對於你嚟講咧，最重要係啲咩咧？個構圖就好緊要啦。係。即係吸引到你嘅，你知唔知啊？你好簡單啫，淨係呢個，每一個人嘅風格唔同嘅，你知唔知啊？好多時咧，我自己影相之前都會睇一啲好多外國嘅一啲畫家，甚至中國啲畫家去睇佢哋嗰啲顏色嘅結構啦、構圖嘅分佈啊，或者一啲即係可能佢哋好多畫入邊其實有好多微細嘅嘢，我哋都會喺相片上邊出現翻，所以我都覺得睇畫其實係一個好大啟發咯。係啦，呢個係一種藝術交流嘅話咧，就我將我個幾廿年嘅經驗咧，就俾佢溝通，等佢學多啲嘢。陳老闆嘅收藏多到好似菲林相機嘅博物館咁，雖然影菲林同數碼感覺係兩碼子嘅事，但講到攝影構圖同藝術觸覺，根本就係同出一轍。同前輩傾下相機經，總係會有得着。呢兩隻相機咧，其實就唔係賣嘅，而係因為一個飛機師咧，咁佢就好中意相機嘅，好中意相機嘅話咧，咁佢就要特別啲嘅，即係人哋冇佢有嘅，咁咪去送俾我嘅。咁我諗呢啲相機對於嚟講，其實係一啲藝術品多於係直情係藝術品啊，多過錢啊，其實多過錢啊，係啦係啦。咁因為呢種冇得賣噶嘛，你知唔知啊？啱啱見完老闆啦，其實有幾句説話令到我特別深刻嘅，可能佢會講到關於一啲經驗啦，關於一啲犯錯嘅一啲經歷啦，經過長時間嘅一啲失敗啦，跟住慢慢去沉澱啦，再令到自己嘅經驗提升咧，其實會慢慢會做出一啲更加好嘅作品。咁而一樣嘢我非常之認同佢。如果你見得多、睇得多，同埋謙厚重要，你知唔知啊？千祈唔好學到啲咁多嘢啦，咁啊牙擦擦啦，牙擦擦嘅話咧，即係譬如個朋友好啦，唔好話講師傅咁有嚴重啦。啲朋友聽到你啊幾好喎，咁佢咪將佢個經驗話俾你聽，即係唔會撞板啦，就最重要喺呢種方面啦，你知唔知啊？Kelvin 踏遍世界各地去做攝影作品，但你問到邊個地方係最特別，我相信佢一定答你係香港，因為呢度任何景色都應有盡有，仲要只係一步之遙。今日我哋嚟到黃竹坑站啦，而我哋會前往嘅山頭咧就係南朗山。咁而我啱啱接觸風景攝影嗰時咧，我都有嚟過呢個位去睇景嘅，因為你呢度可以睇到布廠灣一帶嘅景色啊。
事隔咁多年啦，我今日就見天色都唔錯啦，所以決定去嗰個地方咧都可以睇一睇，睇下有冇啲新嘅發現。咁其實咧由港鐵站口出發啦，嚟到去拍攝點啦，大概1個鐘頭嘅路程啦。咁當中咧係經過一啲馬路啦，同埋一啲建設得好好嘅一啲登山步道啦，其實係好啱一啲新手嚟呢個拍攝點嚟拍攝嘅。咁相對都會安全啦，容易啲 handle。我哋咧上到山頂嗰時咧，就會見到主題樂園啦，同埋見到布廠灣嘅景色啦。咁去到日落之後啦，所有嘅建築物都開始着燈啦，咁嗰段時間就會最靚啦。一般咧，我哋影日落啦，都會喺日落後15分鐘去到半個鐘嘅時間呢個時間取景嘅，因為呢個時間咧啱啱城市啱啱着燈啦，而其他山景咧又未去到太黑嗰陣時咧，個反差相對細，出嚟嘅效果咧就會最柔和噶啦。咁反而咧，我哋成日都會認為啱啱日落嗰陣時係最靚啦。咁其實嗰時啲城市咧就未開燈，可能個效果就會冇咁吸引。其實做攝影呢一樣嘢對我嚟講係一直保持一個平常心，同埋我自己係好熱愛做呢件事，係好純粹單純熱愛，唔係當呢一個係一個工作。因為當我做呢件事，其實我唔計時間成本，即係我唔會計用幾多年時間，花幾多體力去做一張作品。我係會直至去到完成嗰張作品喺心目中嗰個畫面。咁我希望喺呢個範疇入邊一路精進去做到成個系列嘅作品係更加極致。喺中環啦，我哋可以見到好多商業嘅高樓大廈啦。咁而呢度咧係好合適影一啲經典嘅香港城市夜景嘅。電車咧係香港島咧一個好有特色嘅一個交通工具啦。咁我啱啱開始學攝影嗰陣時咧，都經常嚟呢度去取景啦，去拍攝一啲車流跡嘅一啲作品嘅。咁其實咧沿住電車路一路去搭唔同站咧，都可以去落車去影一啲唔同嘅景色。可能影電車站啦，可能上一啲天橋啦。而呢度沿線嘅一啲港島咧，都會有好多特色嘅景點去拍攝一啲車流跡嘅位置。我覺得電車咧好合適市民大眾啦，同埋旅客去遊覽香港啊。點解咧？因為其實電車沿途每一個站啦，都會有唔同嘅景色，我哋都可以睇到啦。我哋只要見到啱嘅景點就可以落電車，然之後開始我哋嘅拍攝。我哋啱啱第一個拍攝點啦，就喺銀河街嗰度拍攝啦。咁嗰度咧有2個好著名嘅商業大廈啦。咁我哋可以拎嚟做一個拍攝嘅主體嘅。另外啦，我哋都有一個好靚嘅電車站喺個位啦，咁亦都可以做另外一啲嘅拍攝題材啦。而喺嗰位拍攝一啲車流跡嗰時咧，我哋要除咗注意安全之外啦，我哋咧盡量都喺8點前拍攝嘅，因為8點前咧嗰個車流量比較多啲啦，容易拍出一啲比較好睇嘅作品咯。第2個點啦，我哋搭電車去到基利文街啦，然之後步行1-2分鐘咧就去到干諾道中呢條天橋啦。咁我哋呢度咧可以見到另外一個商業大廈，做一個主體做一個拍攝啦。咁而呢度咧拍攝嘅技巧咧就有啲唔同嘅喎。我哋呢度咧多數會揀咧8點之後先嚟拍攝嘅。點解咧？因為呢個位咧，如果喺8點之前咧，可能比較繁忙，會有塞車嘅情況啦。咁我哋拍攝車流跡嗰時咧，就可能拍到嗰啲車軌會斷開晒。咁我哋多數會揀車流量比較少啲嘅時間咧，先會喺呢個地方拍攝。咁所以啦，如果啱啱新手接觸風景攝影啦，想喺香港影啲好特色嘅夜景啦，其實我哋可以喺銀行街開始影啦，影到去呢條天橋嗰度啦，就可以做一個2個鐘頭連續嘅一個拍攝行程，亦都可以拍到好豐富嘅作品啦。我覺得喺香港影風景有好大困難之處，因為天氣啦成日好唔穩定啦，可能1年合適拍攝嘅只可能得20到30日。而好多係一啲自然嘅地方，可能好多時都未有人去過啊，可能係一啲離島啊，可能係一啲西貢比較偏僻嘅地方啦。咁其實好多時都要花自己一啲時間心力去了解個地方，去揾一啲未被發掘嘅角度。其實去過世界各地咁多地方影相啦，我最後尾點解都咁堅持喺香港嘅郊野度拍攝呢？其實去到呢一個階段咧，我自己好清楚知道咩景色可以做到咩水平嘅作品，而我仲喺呢度繼續去發掘啲新嘅景色，係因為我知道香港嘅自然景觀其實係有嗰個做一啲高質素作品嘅一啲元素喺入邊，而呢一樣嘢亦都可以放到落我作品集。其實去完世界各地啦，我每一次翻到香港啦，仍然都會去香港自然郊野度取景，因為唔同嘅山區啦，同埋海岸啦，其實佢嗰度嘅規模其實都好特別啦。我發覺喺世界各地都未必揾到好似香港咁獨特嘅自然景觀。其實我一直影風景相有一個小目標啦，就係將香港最特色嘅自然一面表現出嚟啦。希望透過我嘅作品啦，吸引到佢哋嚟香港去旅遊。香
香港可能俾人哋一個感覺係一個城市啦，咁其實我哋亦都會覺得度好細啦。咁對我嚟講，其實係好有挑戰性嘅，因為要喺一個咁細嘅地方啦，我要創作出唔同嘅作品，去揾一啲未被發掘嘅畫面，其實係非常之困難。但係我覺得喺呢個地方創作到一啲好有特色嘅作品嗰時，其實係好有滿足感。